怀孕了都不告诉我们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什么呀？哎呦，这是好事儿，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怀孕了。既然有了孩子，那这彩礼钱，哎呦，我觉得呀，意思意思就得了，3.8万，图个吉利。之前不是说好了彩礼10万吗？哪有接亲的时候临时变卦了的呀？哎呦，钱多钱少不就是个心意吗？你和强子还年轻，花钱又大手大脚的，给再多的彩礼钱呀也攒不下，不如放我这儿，妈替你们攒着。那怎么行呢？那就算是省下来以后用，那也应该是由我来存的嘛。哎呦，吉时马上就要到了，珍珠呀，如果街坊邻居一会儿没看到车来接你，又都知道你未婚先孕了，这就不好了吧？什么怀孕啊？你们这是造谣！如果我今天不同意，是不是这个婚就结不成了？彩礼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，必须按照之前说的10万给。除了我哥，谁还会娶你啊？是我的话，你这种随便的女人啊，倒贴我的，给你3.8万已经不错了。你闭嘴！强子，你说。我妈也是为了咱俩。再说了，强子，珍珠啊，妈知道你最孝顺了。你说今天这婚要是结不成的话，你自己丢人不要紧，但是丢了你妈的脸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哦，对了，磊子马上也要结婚了，这可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！你作为嫂子，不得准备点礼物啥的？是得准备。我已经做好了几床喜被，等他们结婚就给他们送过去。哎呦，那也叫礼呀！你弟妹可是城里文化人，光彩礼啊就要了20万，妈给你做主了。这20万彩礼啊，你出。啊，妈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强子，你说话呀！我觉得我妈说的没毛病。珍珠啊，妈知道你最懂事了，你弟妹是城里人，你多少要担着的呀。这20万彩礼啊，就算你给弟弟弟妹的新婚礼物了。刨去你3.8万的彩礼钱，你再给我16.2万就行了。强子，你说话呀！为什么你妈这么偏袒你弟弟？什么我妈我弟，那是咱妈咱弟，和一家人，不说这种话了。你们是一家人，我是外人，还没结婚呢，就这么欺负我！哎呀，行了，你俩别吵了，大喜的日子伤了和气就不好了。珍珠啊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你想想，你现在帮着你弟弟，以后小弟过了门，那不得掏心窝子对你好啊？人家可是城里姑娘。我没钱，没钱没关系呀，你不是有个小房子吗？虽然破破烂烂小了点，但如今也没办法，就先过户给你弟弟用吧。那是我的房子，凭什么过户给弟弟？哎呦，做人要大度一点嘛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我都没嫌弃你的房子小，哎，你就别吝啬了，赶紧把房本啊什么的都拿出来，婚礼结束后啊就去过户啊。除非我死了，不然我的房子你们谁也别想拿走。哟，珍珠啊，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？连婆婆都敢凶了。你耍点小脾气没什么，但是小心肚子里的大孩子。我没怀孕，你瞎说什么呢？哎呦，你怀孕这件事，街坊邻居之前都一直在传着呢。像你这样不干净的女人，也就我家强子心疼你，愿意娶你。哼，不信你出去问问街坊邻居，谁愿意娶你这样不检点的女人？你们这是污蔑我！污蔑你？哎呦，之前你来我们家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，说你和强子没什么事，哎呦，谁信呢？珍珠啊，你就知足吧。现在我家强子愿意娶你，你的名声臭了，别说你的房子，就连你家老宅子搭进去都没人能愿意。就是，别以为我哥非娶你不可，喜欢我哥的姑娘多了去了。我哥也是看在两家关系还不错的份上，才愿意接收你这样的烂货。其实我都心疼我哥，凭我哥的条件，和我一样找个城里的姑娘铁定没问题。
还不是可怜你？做人要学会感恩。珍珠啊，亲生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如果不同意，强子也不愿意娶你，我都劝不了。你闹了笑话，还让不让你单亲的妈活了啊？我同意，赶紧开始婚礼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这位帅气的新郎，在今后余生的日子里，你愿意守护新娘、爱护新娘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吗？我愿意。这位美丽的新娘，在今后余生的日子里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你愿意陪着新郎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吗？我不愿意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的婆家污蔑我未婚先孕还不说，还趁火打劫威胁我，让我把自己的房子给王磊做婚房。珍珠，你别在这撒野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说，赶紧完成婚礼。回家完成婚礼，这婚谁爱结谁结，老娘我不结了！哎呀，没欠你了，我们老王家哪点对不住你了？你没有一点良心呀！我们家强子对你这么好，你未婚先孕都要你，你还不知足？闭嘴！像你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，我们家强子愿意娶你，算是你上辈子烧了高香了。你看看我家磊子，那都是城里姑娘上赶子要嫁的。嘿，谁上赶着嫁给你？你们这家人真让我恶心。珍珠姐，幸亏你让我见识到了王家还有这一面，这种家庭我可不敢嫁。王磊，听清楚，我现在就要和你分手。小丽，小丽，你别跟我分手，我不能离开你。小丽，你这个小贱人，干坏了我儿子的好事儿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哎呦，造孽呀！儿媳妇都是大婆婆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强子，你还看着干啥？赶紧教训你媳妇儿！大人犯法，你想清楚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大家吃好喝好，今天这顿喜呢，全由我来买单，就当是恭贺老王家喜提2个光棍。这礼金呢，我会全退的。我先告辞了。钱呢？妈，我那个礼金。不要脸的赔钱货！看你干的好事儿，等你回来我再收拾你。干什么？您是我们乔家的大小姐，出生的时候被报错了，我们终于把您找回来。这是100万的黑卡，老爷特意为您准备，密码是您的生日。没事儿吧？神经病！你别叫我妈，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女儿？那挺好的一桩婚事，你自己搞砸了，又不是我同意退婚，这礼金不能还。是妈，是老王家不讲道理，他让我把房子过户给王磊，这个婚可必须退。是你自己未婚先孕，不然我怎么能生出你这么个不知检点的女儿呀？妈，我是您的孩子，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连您都不相信我啊？
我跟王强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根本就没有未婚先孕。我不管，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弟妹都怀了咱们老郑家的种了，你赶紧把人家娶进来。同样都是女人，我就是不知检点。您的儿媳妇就是好要的是吧？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本来想让你嫁进豪门的，真是可惜，空有千金的基因，却是个丫鬟的女人。什么千金的基因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管，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彩礼的事儿你来想办法。不行，就把你弟的房子给卖了吧，反正你弟弟结婚要紧。妈，我也是您的孩子，他的事要紧，我的事就不要紧了吗？反正我告诉你，这个王家我是绝对不会嫁的，这个婚必须退。果然不是亲生的，我是不知道为自己考虑。那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反正钱我已经给了你弟媳家了，还差8万，剩下的你明天给我补齐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难道那个乔管家说的都是真的？我真的是乔家千金？到账100万元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有的房子就应该早点拿出来卖掉，给你弟弟买大房子。你一直隐瞒着我们，难道是想结婚以后补贴婆家吗？那是我的房子，我自己辛辛苦苦攒钱买的，凭什么给这个事？赵夫人，他什么都惯着他，他现在活得跟头猪有什么区别啊？你个赔钱货！你在甄家吃住了20多年，现在是你报恩的时候，你竟然还敢骂我！你别生气，你打断了他，谁给你买房子？我们就要这一套。好的，女士，定金15万，您看是怎么支付？我赶紧付定金啊！我还等着带着我儿媳妇来看房呢。我不付。不过是买不起了。哎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呢也有便宜的房子，只不过这地段呢有点偏僻了啊。谁说我们买不起的？你个死丫头，你真是没良心！你自己住着新房子，却让你的弟弟连结婚都结不成。哎呦，都快来看看我这狠心的女儿啊！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不顾的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住着大房子，却让你的弟弟连媳妇儿都娶不上呀！哎呦，都快来看看我这狠心的女儿啊！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不顾的，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住着大房子，却让你的弟弟连媳妇儿都娶不上呀！哎呦！我付钱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女儿？死丫头，说什么话呢？你要不是我亲生的，我能把你养这么大？你可真是没良心呀！我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你现在连我这个妈都不认了。看给咱妈气的，还不跪下给咱妈道歉！死丫头，在私房钱做什么？没用，婆家都是外人，以后你的工资都给了你弟弟。我就知道你这个赔钱货有私心。你看看谁家姐姐像你一样的私心啊？都是主动把钱拿出来给弟弟的，你呢？你这是个寄生虫！我自己赚的钱，我凭什么给你用？谁敢对我嫌事儿？谁敢对我嫌事儿？小姐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插什么手？珍珠是我们家大小姐，
今天来就是接她回家的，你就是她的养母。老爷很感激你对金女对小姐的照顾，乔家会给你。有这好事？那正好，我儿子结婚还差几十万，这钱就让乔家出了，不枉我这么多年养活珍珠一场。不是，但是听我回答，解释一下当年是怎么收养小姐。我当时就是在孤儿院门口捡到的他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谁还记得当年的事儿？咱们史官长，请你现在跟我们回家吧。我真的是乔家千金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些年你游落在外，爸身体一直不好，好在有我照顾，这样你也能松一些。芊芊小姐虽然不是老爷亲生的，但是从小会在老爷身边长大，老爷也舍不得她将她送为亲生父母一样。原来有钱人家的小姐是这样的。不过是个粗鄙的野丫头，也敢回来跟我争夺大小姐的位置，那我就让你尝一尝苦头。爸身体不好，你快去给爸倒杯水。姐姐，真是糊涂，怎么倒凉水给爸喝呀？爸的嗓子怎么受得了凉水的刺激吗？姐姐也是无心的，您别怪她。你是珍珠啊，你从小到大在外面受苦了，我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你。这张卡是无限额的，你拿去随便花。老爷给小姐的，小姐不用不好意思。谢谢爸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，特意给你布置了房间，我还给你买了几身衣服，也不知道合不合身。真的吗？嗯，在楼上吗？嗯，那我去试试。谢谢你啊。姐的脚步声音太大了，都怪我没有提醒她。妈，您的心脏不好。果然是在外面没有受过好的教育，性子太野。这以后如何继承我乔氏集团？珍珠，我步步为营，才刚刚坐上公司副总的位置，你凭什么一回来就夺走我的一切？我会让你消失的。还有我之前一直想看但没舍得买的书。哎，对了，妹妹应该也爱喝奶茶，给她带点回去。现在不舍得喝太贵了，今天我要喝10杯。儿子，我估计小丽啊，也就是一时生气，咱给她买点项链、戒指啥的，一哄就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妈，那不是珍珠吗？她啥时候变这么有钱了？你看，还配个保镖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不是甄家的女儿吗？姓朱的给女儿买这个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
才进去那个是你女朋友吧？挺能买的，你能负担起吗？别瞎说，兄弟，不是我妈瞎说，就这个品德败坏不危险语，少被人咬烂。对呀，小伙子，像这样的女人一抓一大把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家大小姐，之前小姐一直流落在外，直到最近才回来。哎呀，不和你们说了，我还要去帮小姐端奶茶。妈，现在珍珠真的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怎么办？当初让你不要太过分，现在后悔是吧？呀，别说了，都怪我当初没有稳住珍珠，要不然你哥就能攀上豪门亲戚了。我跟你说妈，现在珍珠可比我女朋友重要多了，一定能让哥把她弄到手。珍珠，咱们王家必须去进门。走。哎呀，珍珠啊，你和强子的事儿啥时候办呀？不是早就退婚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之前有点小心思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还怀着强子的孩子呢，别动了胎气。我跟你们王家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没有天理了！儿媳妇攀上高枝，就不肯给我儿子回去过日子了。快走啊，把他们都赶出去。好，珍珠，妈知道你心里边有怨，哎，要不你打打我，打几下解解气，可千万不能离开强子呀！你还怀着强子的孩子呢。你别到处坏我名声啊！我跟你们家强子亲脉着呢。哎呦，你们之前啊孤男寡女在一个房屋子里聊天，说你们没事，谁信呢？珍珠啊，跟我们回去把婚结了。哎，再说了，你家这么大的产业，总得有个男人扛住吧？哎呦，我觉得我家强子就不错。人还在这等着我呢。乔家的企业跟你们王家有关系吗？哎呦，珍珠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不光我们家强子能扛，我家磊子也能帮得上忙啊。是啊，嫂子，我就知道嫂子不是一般人。正好我现在也没什么工作，要不嫂子安排我去乔氏集团做个经理啥的。就是啊，珍珠，磊子现在还没对象，要不你把你豪门的小姐妹们都介绍给他，也好让磊子早点结婚。我呸！也不看看你们王家什么德行啊！珍珠，既然怀孕了，就好好的回王家做儿媳妇儿。就算你是豪门千金，也会被唾沫星子淹死的。求你了，我可以自认清，但也希望你们能够承担招惹我的下场。这是我今天去医院体检的报告，我没谎。王婆，你看清楚了。哎呦，就算你没怀孕，这个婚也不能说退就退吧。之前我家强子对你多好啊，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把好的都给了你。现在你成了富家千金了，就想把我家强子甩了？哎呦，这有天理吗？这是啥呀？是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伪造的。我可不是这样的人。王婆，你家大儿子堂兄弟可都在这儿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不然我不介意报警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家强子怎么可能去嫖娼呢？他在家就是个乖儿子，什么都不懂。不懂。您的大儿子每个星期都会固定嫖娼2次，你们要是继续胡搅蛮缠下去，我不介意把强子送回去。这是污蔑！你不想嫁给强子，又伪造证据啊！王婆，你别着急嘛，除了你大儿子的，磊子的嫖娼记录我也有。你们要是再不躲他，我不介意把你2个儿子都送进去。站住！道歉，不然这些证据啊，还是会出现在该出现的。珍珠，别为难磊子，都是一家人，
之前都是我做错了，不该造谣你怀孕了。求求你，千万别让蕾丝进去啊！当老夫之前认你拿那珍珠的，以后要是再来敢招惹我，我一定加倍奉还。滚！姐姐，你怎么认识这么粗鲁的人啊？这种人太多了，今天小常被保护，所以你都不知道。让我和那些低贱的人相处，我宁愿去死。珍珠，我不会让你在乔家待太久的，乔家千金只能是我。爸，你晚上早点休息，您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有些事情啊可以帮您解决的。是。珍珠最近没闹什么事儿吧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姐姐的夫家找上门了。爸，混账东西！你才回家几天啊，就闹出这么些麻烦？今天夫家上门，明天是不是整个孩子出来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再说你没怀孕。你。爸，你别生姐姐的气了，是我们家人太不要脸了，老是来骚扰姐姐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从明天开始你就进入乔氏集团学习业务吧。爸，这样不好吧？毕竟姐姐一点管理企业的经验都没有。那就从小职员开始做起吧，天天在家待着，只能给我添乱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去安排一下。爸，是你跟爸说王家来找上？对，怕你处理不好，所以以后啊，我的事儿你就别管，你自己能处理好，别给你惹一身。对了，姐姐，这些东西都是送给你的，真的。谢谢姐姐。乔总，新人帅不帅？是个女孩，没有通过人事面试就直接通知我入职。不是吧？既然是托关系进来的，最讨厌这种关系户，不是情妇就是花钱找关系，把咱们公司弄得乌烟瘴气的。新来的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啊！不能，我们新来的同事怎么会这么小气呢？你，不好意思，我也在跟你开玩笑，别生气了。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这话说的，好像刚才你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工作吧，别闹。昨晚真是没睡好，感觉咖啡厅什么吧。哎，小莹，这咖啡是谁请大家喝的？刚刚送外卖的说是姓乔的女士请大家喝的。乔，不会是今天新来的那个女的吧？怎么可能会是她？姓乔，明摆着是乔总请咱们喝的咖啡呀。哎，乔总，谢谢乔总请咱们喝咖啡。最近大家加班都辛苦了，犒劳大家是应该的。谢谢乔总，谢谢乔总。珍珠，上班时间不能外出，跟我去啊。哦，没什么，是刚才在楼下盘那个咖啡厅。这么吹牛，他要是能盘下楼下那个咖啡厅，我现在就是世界首富了。爸，甜甜，外面出什么事情？刚刚听着乱。是姐姐。啊？她又出什么事了？
您别误会，今天姐姐做的是好事儿。她作为公司新人啊，她特别热情的请全公司的人喝了咖啡。中途还走一些人情世故啊。是啊，她为了以后请公司人喝咖啡方便，她连楼下的咖啡店都买下来。哎，谢谢店长，刚好有件事想跟你们说，我刚刚在楼下排那个卡。我给你的卡是这样乱花的吗？不是吧？楼下这个咖啡厅的地段非常好。你懂什么？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给你的卡收回。你别生气了。这个项目对接有一定的困难，我需要2个人一起负责，你们可以毛遂自荐。我觉得咱们应该给新人一些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，要不就让珍珠负责吧。我就是个新人，我对于项目对接的话不太了解，需要有个老人带着。我觉得 Lisa 姐就不错啊。你做梦！我才不要跟你一起负责一个项目呢。哎，身为公司老员工，面对困难就是这样退缩的吗？这就是乔总带出来的人。既然新同事都这么说了 ，Lisa， 你和珍珠一起完成，有你在，我也好放心些。真晦气，竟然跟你这种人在公司加班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你不想我好过，那你也跑不掉喽。你是故意的是吧？你不说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，不负责的部分今天必须发出，不管多晚。知道了，真拿自己当回事儿。奇怪，客户迟到也算，怎么 Lisa 也迟到了？哇，好帅啊！不是吧？这么帅的男生认识我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是乔氏集团对接的人吗？是，请坐，请坐。那我们就直接点。我对待项目的要求比较严苛，你就直接阐述公司项目的重点。相信陆先生对于我们公司这种项目并不陌生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可持续性点。你说的这些我都认可，只是你把这个项目的往年增长数据给我看看。完了，这个部分是 Lisa 负责的，可 Lisa 现在还没来。难道这么基础的东西你都没有准备吗？看来贵公司与我公司合作的意愿不强啊。张小姐，你这次没有准备充分，我觉得与贵公司的合作可能要……实在抱歉，陆先生，确实是准备不够。但是对于这次合作，我们公司非常看重，请您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时间紧凑，辛苦您凑合看一下。这个项目我们公司一直卖得很不错，数据是每年都在递增的，从来没有下滑过，这点您可以放心了。确实比我的预期的要好。小小姐，如果按照这个数据，我们投资怎么可以签合同了？太好了！不好意
意思啊，陆先生，我来晚了，这路上堵车实在太严重了。还好跟我签订合同的是乔小姐，如果是你的话，现在乔氏集团已经在我们那儿。这我还没来，怎么合同签完了？哎，你是怎么拿下这个大魔头的？喂，乔总，不好了，我以为故意迟到，肯定会弄黄这个项目，没想到珍珠竟然成功签约了。喂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我要你什么用啊？对不起，乔总，我以为珍珠她是从乡下来的，肯定不懂公司的数据和业务，所以你以为？现在合作被他谈成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乔总，有些业务谈成了也是可以被搅黄的，但前提是咱们不能自乱阵脚。你有办法？乔总，既然那个死丫头把合作谈成了，不如咱们大张旗鼓的帮她办一场庆功宴。一来呢，能引起部门其他业务好的同事不满；二来，你确定珍珠喜欢陆子成？珍珠的手机屏保是偷拍了陆子成的照片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可要好好的给他办一场庆功宴了。珍珠，你这次成功签下了合同，乔总让请你吃饭。啊？你老业务员请教你，乔总都没有请你请吃饭啊？你不过是个刚来的新人，就这么大张旗鼓？那是乔总欺辱你啊！你要是不肯气啊，那是打了乔总的脸呢，记得啊。听说姐姐你来啦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陆子成，我的未婚夫，你应该见过了。你项目的对接人，我暗恋的人竟然是妹妹的未婚夫。人到齐了，咱们开吃吧。姐姐，你坐那啊。我该怎么办？芊芊，其实这次来，除了参加庆功宴，我还想跟你聊一下订婚的事情。哈哈哈，珍珠这次做的不错呀！啊，爸，这是姐姐第一次做项目，你也知道子成哥哥的为人以及和我的关系，姐姐真的很辛苦了。伯父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但说无妨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是我跟芊芊的婚事，我想取消跟芊芊的订婚。子琛，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也是我们乔家认可的女婿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取消这个订婚。对不起，伯父。我父母已经知道芊芊并非您的亲生女儿，也知道乔家的真千金已经回来了。我父母想见见真千金。不行，子琛啊，芊芊是我养了20年的孩子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是和亲生的女儿是没什么不同。不知道你们陆家还担心什么？我和芊芊虽然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我一直把芊芊当作妹妹看待，并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。子成哥哥，是芊芊哪里做的不够好吗？并不是，只是婚姻这件事儿需慎重。我也是想让你想一想，或许我并非了推。珍珠虽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她从小流落在外，她不像芊芊这么知书达理，所以我不放心她嫁给我。我并不这么认为。那什么意思？我父母说了，如果订婚，也是要真千金才行。也就是说，就算订婚，
也是我和珍珠小姐。我不同意。珍珠自从回到乔家，花钱大手大脚。她为了请同事们喝咖啡，竟然把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整个买下来。她这样不懂节制的女孩，我怎么会让她嫁给陆家？贵公司楼下的 AK 咖啡厅是珍珠盘下的。对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本来这周我是想把 AK 咖啡厅盘下来的，没想到让珍珠先行一步。看来珍珠很有商业头脑嘛。怎么可能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姐姐之前一直住在乡下，怎么会有投资的理念呢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宿舍摆摊，夏天卖泡面、火腿肠，冬天就卖暖宝宝、护手霜，用慢慢攒的钱和奖学金买了一套小公寓。大学的时候就有投资理念了。那会儿什么时候都不懂，我就知道要努力赚钱赚生活费，每天一睁开眼睛想的就是该怎么赚钱。珍珠，你在撒谎！伯父，其实我不太理解您对珍珠的这种偏见是从哪里来的？同样都是女儿，为什么你觉得珍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呢？你是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做的一些荒唐事。确实，之前她一直在乡下长大，所以脾气秉性一点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。爸，我也有努力赚钱啊，没给您的。你赚的那点叫钱吗？你应该多向芊芊学习。芊芊每次谈下的都是给公司盈利上百万的项目，你卖点护手霜算了啊！伯父，我觉得您这话不对。生意都是从小做起来的，芊芊和珍珠确有不同，但是在于先天条件。如果珍珠从小就在您身边长大，我觉得她的成绩一定不比芊芊差。你看，就像这次盘下来的咖啡厅，这次盘下来的咖啡厅，那是凭她的运气好。那个咖啡厅我也了解，地段虽然不错，但是价格昂贵，咖啡师的手艺一般，现在已经面临了倒闭的风险了。我之前调研的时候也确实存在这些因素，但是好地段是决定性因素，其他的都可以改变嘛。珍珠她没有这个见识，就算是盘下来也是等收益，她不懂经营。子琛，咱们两家是世交，芊芊是最适合你的，珍珠还要留在我身边多调教。婚姻的话，我觉得并不是合适就行，而是能够让我心动的女人才行。珍珠，你敢和我抢子成哥哥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珍珠呢？老子出来！这个人是珍珠养母的孩子，也就是他的弟弟。因为如此粗俗，原来竟和这个人待在一起，都给我轰出去，丢人现眼！子成哥哥，这个人长得好凶啊，我有点害怕。那我们不分场合，这里是你能闹的地方吗？哟，这是有钱就包了小白脸了，怪不得不顾咱妈死活呢。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骂谁小白脸呢？妈生病了，医院还欠着医药费呢。李晨，咱妈是什么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没钱。你个赔钱货，妈白养着你了啊！你可想清楚了，你这巴掌下来，别说是咱妈的医药费了，以后除非是我死了，不然什么都别想得到。好，我可以不打你，毕竟你现在的身价也不是一般人。我知道，这么多年你心里一直怨我，但是妈
对你有养育之恩的，你不能不管啊！啊？没完了，得寸进尺了是吧？你说咱妈对我有养育之恩，那你呢？妈住院，你只知道找我来要钱，你一分钱都拿不出来，这叫不孝，该打！子晨哥哥，这个男人没有教养，你上前会吃亏的。珍珠姐姐可以自己解决的。看我干什么？带路啊！妈的好大儿，妈不是故意砸你的，妈是砸珍珠这个赔钱货，这个没良心的。妈在医院，她都不知道来看我。哟，看妈扔枕头这个劲，挺有精神的，不像是生病。不行，咱们出院吧，住院挺贵的，别给曾德胜增加经济压力。你说什么鬼话呢？德胜还小，哪里来的钱？你作为姐姐，你不应该承担我的医院所有费用吗？珍珠，没事，这点医药费我来交就好。还有这一张。你俩这是把医院当超市呢？这单子不会是连医疗器械都给打包了吧？这是我见过最长的医药费清单。你就是朱阿姨的女儿啊？听说你快上了高中，连养育自己的老娘都不管不顾了，心可真狠。不愧是当妈的，当耳朵不忘给我听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？你不愿意给你弟弟买房子也就算了，我生病住院，你连医药费都不愿意花，我真是枉费白白养了你20多年。就是啊，你说你上学，吃的、住的、用的，哪样不是妈辛苦赚的钱呢？现在给妈花的钱怎么了？现在做父母的，愿意供自己女儿上大学读书的可真少啊！我爸妈当年要是这样对我，我也不至于只是个护士。珍珠小姐，你就知足吧。你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在这儿说。之前过的都是苦日子，都不敢让自己得病。现在我有了一个千金的女儿，在这个医院我也得好好享受一把。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？光享受医院的服务不算什么。妈，你放心，等你死了以后呢，我就给你搞一个最豪华的丧葬一条龙服务，连骨灰盒我都给你买最贵的。那才不行。哎，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不打你，我现在连碰你都嫌脏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言，不管我对你如何，你都是我养大的。想要摆脱我，很简单，你给德胜买套别墅，我们娘俩立刻在你面前消失。想买别墅？做梦呢！珍珠，我的好女儿，其实妈这次是真的生病了。住院的这段时间，我也感受到生命的短暂和珍贵。妈是在想，等有一天我要是真的不在了，你和德胜就是最亲的人啊。德胜还小，有些道理你比他懂。妈现在就是想着赶紧让他成个家，有个媳妇管管他。但现在的行情你也清楚，没房没车，小姑娘都不愿意嫁的。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也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弟弟打一辈子光棍吧？有个媳妇管着他，你也能省心不是吗？妈说的对，所以呀，咱们家现在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让德胜成家。
这成家不得要房子吗？以咱们老郑家的基因，今年要是结婚，明年就得抱俩。这买套别墅刚刚好，等孩子再长大一些，还可以在一起继续住呀。这些话不错啊，三世同堂吗？还是这祝你明事理呀。那你看买别墅的这个事儿，你赶紧给办了。其实说到底，还是怨妈没本事。妈要是有本事，这个钱怎么能让你出这个钱呢？既然妈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这个买别墅的钱我出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珍珠，买别墅可不是小钱，你该慎重一些。我说给甄德胜买别墅的钱可以出。德胜，你快回来！你姐愿意出钱给你买别墅了。哎，姐，谢谢你。妹，先别急着谢我，买别墅前呢还有件事要做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买别墅的钱那可不是小钱，赶紧把这个欠条请下，然后呢，我去公证处做个公证啊。珍珠，耍我呢？我他妈跟这眼了！德胜，冷静点，你还是带点伤出去，别人肯定会说闲话的。小时候被你打的还少吗？真的是，想要买别墅就赶紧把欠条签了，不然你就这辈子都打光棍去了。珍珠，你就是个白眼狼！当年你就是个有娘伤没娘养的赔钱货。要不是我好心把你抱回来养了20多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吗？当年你要是不抱我，最多也就是你死，我还能死痛快点。这20年来我受的折磨还少吗？你们俩都不清楚吗？别逞是没用的。就说今天如果不写这个欠条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出这个钱了？出钱？你当然不会出钱啊。哎，宝宝，放心，房子肯定有，还得是别墅，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我家宝宝嘛。别催。好的，好的。别催了，如果房子再不买，他就跟我分手了。我签。哎，真的。这买了房子之后，房本上写谁的名？当然是，还有我媳妇儿。那写谁的名，谁来签欠条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妈愿意替我签，我妈也愿意替我还钱。买别墅的钱，那可不是小钱。咱妈这辈子估计是不易的。那你不一样啊，你还年轻，你签我放心。行了吧，房子可以买了。妈果然在医院这段日子啊，过得很不错，就像是度假一样。啊，对了，那个你自己消费了就自己买单啊，不然下次呢我就把你送进精神病院。精神病院好呀，就算你再怎么解释说自己没有，没有人会信。这辈子呀，要是没有我的证明，你都出不来。哦，那你放心，精神病院的钱呢，我还是出得起的啊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妈，你看他那趾高气昂的样儿，为了你的婚房，还是再忍忍吧。哟，
乔氏抢千金了。不管真假千金，我都只能是乔家唯一的千金。我刚才看你签了欠条，这笔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不仅够你买栋小别墅，还能买辆不错的车子，而且这笔钱还不用你还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有什么需求？想让我干什么？我就喜欢和聪明的人说话。珍珠来到我们乔家，已经给我造成很多阻碍，我需要你们帮我，让我父亲把他赶出乔家。可是目前珍珠在乔家，会在经济上源源不断的帮助我们娘儿俩。如果被赶出去，又得搬回来住，又是一笔开销。那你忍心让你儿子这辈子都在还债啊？妈，我可不想一辈子都还债，我也不想一辈子都租房娶不到媳妇儿。我觉得小小姐人家说的挺好的，开的条件挺对的，你快答应啊！你说的事情我们考虑一下。对了，不知道乔小姐身上有没有什么胎记？我后背确实有一块不太明显的胎记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的还多着呢。你要说的事儿已经说完了，你走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妈，就算珍珠在乔家待不下去了，我也不会让她进这个门的。妈，你说她怎么就不答应呢？因为我找到另一个可以赚钱的好办法，不用让珍珠离开乔家，或许可以双向拿钱。啊，你是不是被珍珠那个死丫头气糊涂了呀？我有我的盘算，你就只管等着，房子到手，结婚好了。妈，有办法就行。20来年了，珍珠一直被你拿捏着，我就不信她成了千金小姐还拿捏不住她呢。这次我不光要拿捏珍珠，我还要拿捏乔芊芊。想通了，前几天你来的匆忙，有些话没和你说。告诉我，你要不要帮我？肯定是要帮你的，但不是因为钱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恨珍珠，帮自己的女儿还需要钱吗？你瞎说什么？不要你以为你这样说就能改变什么。我是乔家的女儿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但这毕竟是事实。当时在医院，我问你身上有没有胎记，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我记得比谁都清楚。这不是真的，我不相信。20多年前，我生下你，当时家境贫困，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于是我将你和珍珠调换，让你成为乔家的女儿，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亲生母亲是你这样的人？话不能这样说。当时的我确实经济情况差一些，但你不是正是因为我的故意安排，才享受了20多年大小姐的生活吗？难道这不算是弥补吗？说的多轻巧，那你又让珍珠回乔家干什么？乔家只需要一个千金，那只能是我。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怨言，但这是咱们之间的事，和你的亲弟弟德胜无关。你赶紧给我弄一笔钱，我要给德胜买房子。这才是你真实的目的吧？珍珠不给你钱，你就想从我下手？我凭什么给郑德胜买房？明明当初不要我的是你，我不要你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为了你，我将你和珍珠调换，他在咱们家可是过着当牛做马的日子，你要比他幸福多了。
你说吧，你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之前我说过了，只要你帮我把珍珠赶出乔家，我就给你买房买车的钱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按理来说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有义务赡养我。你做梦！你都没有尽到抚养我的义务，我凭什么给你养老送终啊？果然女儿是靠不住的，以后毕竟是别人家的人。好，我不奢求你为我养老送终，但德胜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得在乔氏企业给他安排一份职位。不行，甄德胜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他也想进乔氏企业。你敢打我？我好歹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并且我有证据证明你的真正身份。你最好跟我说话的时候想清楚你该用什么态度。你威胁我？对自己的女儿怎么能说是威胁？我是通知你在乔氏企业给德胜安排一份职务，能做到吧？毕竟你现在是乔总。好，那就让他来公司做个保安吧。什么？我们家德胜那么优秀的孩子，你让他做保安啊？这是我最后底线。接受，明天让他来公司报道；不接受，再怎么威胁我也不回应。行，那就从保安先做起。等以后有了合适的职位，你可一定要给你弟弟安排着。毕竟我们家德胜这么优秀的孩子，他做个副总都是绰绰有余的。珍珠一个德行，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来日方长，看以后我拿捏住你。乔家的企业和财产都是我们家德胜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生气啊！对不起，爸爸，我刚才在门口接待了一个客人，导致我情绪有些崩溃。来，坐。是什么客人？是姐姐的养母来了。他说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，就是想托我给甄德胜在公司里面安排个工作。他还真当我乔家姓甄啊！爸，不用动怒，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既不会驳了姐姐的面子，也不会让甄德胜在公司里面乱来的。还好公司有你撑着。当初我决定让你留在乔家，正确的选择。真的，听说你是走后门进的公司，那来头不小啊！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那必须的，你不知道，这公司老总的女儿啊，那可是我的亲姐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提我的名儿，好使。那是，以后照顾我们。哎，对，我给您安排了公司内的站岗，不用风吹日晒，困了还能找地方休息会儿。你看怎么样？懂事啊，那我先去。真哥就是敬业，刚上班就提前到岗，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！工作嘛，就要以身作则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明哥，至于吗？他不过就是普通的保安，您可是领导，至于吗？你懂什么？这叫捧杀，没有经过任何面试进公司的，以后早晚是个祸患。好好站岗啊！哎，等等，有事吗？不是你谁呀？前面是总经理办公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来。啊，我你乔总的客人，让我出镜。你惹你了？我和乔总是多年的好友，我来见他，还要什么邀请函？没有邀请函，谁知道你是谁啊？不能进啊！我来这公司也不是一次两次，这我看你可倒是生面孔。
要不你是进去问问乔？我不管你来没来过，我说不能进就是不能进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哎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乔总亲弟，还怕我？我小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这乔总平日里都要对我礼让三分，我要对乔总说了，他就得把你开除！我去！甄先生，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？谁给我一个解释？这不是珍珠的弟弟吗？珍珠，快跟爸解释一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别让爸生气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儿。站住！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给我处理好了，要不然你也离开公司。珍珠，爸这边的情绪我难稳定，这个客户对公司很重要，需要你处理好。直接报警！你开好真的是确保警察来了，直接带走他。我送客户去医院。是。凭什么报警抓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故意伤人了，还要理啊？这位是公司的重要客户，你给公司造成损失，还没向你追究呢。我马上通知法务部门，不仅追究你的刑事责任，还要追究你民事责任。我怎么知道他是公司重要客户？多余的话，等警察来了，你跟警察解释吧。给你弟弟安排的这是什么职位？他又不知道那是你们公司的客户，他那么单纯。就是啊，我那都是为了你好，我可是你的亲弟弟，你倒好，对乔老头那么好。你自己惹出来的事情，我本不应该插手。我现在将你保释出来，希望你以后安分守己。我就不是干保安的料，你要给我个部门经理当那还行。我说行，德胜呀，就是干经理的料。我劝你们还是想点实际的吧。芊芊，我前几天在附近的别墅小区看了看，我觉得海蓝草原小区的别墅就不错。你想什么呢？那别墅可比乔家都大。大不好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大一点，到时候等德胜结婚了，你也可以搬过来一起住一住呀。谁要跟你住在一起？你什么态度？跟我住一起怎么了？你别狗眼看人低。哎呀，说不准啊，有你求我。求你什么啊？半个小时前我刚把你保释出来，那会儿。别对芊芊动手，她可不比珍珠那个赔钱货。芊芊，我觉得海蓝草原那个小区就不错，只要你愿意把这个别墅首付钱给付了，也不贵，才3000万。3000万？我去哪给你弄3000万？芊芊，这样就没意思了。谁不知道乔家是本市的首富？你这样跟我哭穷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？就是，怎么当初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想反悔啊？那我就去乔家告诉乔老爷子，是你把我送进公司的啊！你们有没有脸？这年头要脸能当饭吃？错就错在你投胎在我的肚子里，谁让你摊上我这么个一个妈，你就得给你弟弟买套房子。你们俩可以，看我提醒你们，不要把我逼急了，否则啊，我不建议和你们彻底撕破脸，到时候谁都别好。你什么意思？有本事你就去把真相告诉我吧。到时候我被赶出乔家不要紧，你们的别墅梦也会梦。
芊芊，乖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说这样的话不是见外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和你弟弟的出现打扰了你的生活，你只要愿意出钱买房子，我和你弟弟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你的生活。说话算数。算数？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现在就是想着能让德胜成家。他要是有了房子，我也就安心了，也没有什么念想了。但海蓝参与的房子确实太贵了，我负担不起。小别墅还可以。芊芊，你可真是糊涂呀！德胜可是你的亲弟弟呀，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都还连着筋呢。你想一想，珍珠可是乔家的人，等哪天乔老爷子要是不在了，乔家的家产能有多少会落在你的头上？你说的也对，就算财产留在乔家，最后也可能是珍珠的。那不如……芊芊，我就知道你能想得通。德胜，你可一定要记着你姐姐的大恩大德。等哪天我要是不在了，以后一定要可对你姐姐好啊！肯定的，芊芊可是我亲戚。那能和珍珠那个死丫头啊？行，明天我就会把钱给你们拿去。之前让珍珠那个死丫头给我们买别墅，她还要让德胜签什么欠条，记着，到时候一定要回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姐，我刚刚突发的卡了。你很缺钱吗？是朱氏母子，他们威胁我，让我给他们买海蓝参与的别墅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爸知道了真相，一定会把我赶出乔家的。朱氏母子他们是吸血鬼。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告诉爸。其实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好，没想到他们要找上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爸的。可是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会保护好你。珍珠，这次我一定要将你赶出乔家。来了，再砸就该坏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欠条不是都给你签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妈，挺有手段的。当年为了让自己女儿过好日子，把我弄回来受苦，这笔账你得好好算算。你都知道了。是不是乔芊芊那个死丫头跟你说的？谁告诉我的不要紧，但你觉得爸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？芊芊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是你。你觉得爸会怎么对付你？好，真是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，竟然学会威胁我了。这不是跟妈学的吗？就像你威胁乔芊芊一样。真没想到，你们才认识短短没几天，感情就这么好了。珍珠，别怪妈没有提醒你呢。有的人看似单纯，但却是一副蛇心的心肠。别让我不知道，咱妈的心肠可是铁打的。明明是你本该属于我的生活，就换取你亲生女儿的荣华富贵。你却没有善待我多少，妈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我的2个女儿，竟然都是白人。你自己配做一个母亲吗？
我今天来也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就是警告你不要再为难乔芊芊了。至于甄德胜的房子，我愿意出首付的钱，剩下的他自己还贷款。这是我做出最大的让步。这张卡里面有一套小别墅的首付款，就当是你养育了我20年的回报。以后别再为难乔芊芊了。芊芊啊，你真是得了妈的真传啊！那个赔钱货果然又给妈送来了一笔钱，这下德胜的车款是有了。承诺你们的事儿我已经办到了，希望你们也配合我把珍珠赶出乔家。放心吧，我的好女儿，你这样为弟弟着想，妈肯定是向着你的。爸，你怎么啦？脸色这么差。爸，你怎么啦？珍珠，她知道保险箱在书房吗？哦，知道。之前我带他熟悉家里的时候，有跟他提过一嘴。怎么啦？今天我在查账的时候，发现保险箱卡里的钱少了几十万。您是怀疑姐姐？也许是家里的佣人。这件事情得仔细查一查。你先不要声张。爸，有件事儿我一直帮姐姐瞒着你，就是姐姐帮她养母的儿子拿了首付钱，应该有几十万呢。没想到我找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竟然是个贼！您别怪姐姐了，毕竟她养母养了她20几年，说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肯定是骗人的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跟您说一声就把钱给了。完了，一定是爸发现芊芊拿了保险箱里的卡，正准备教训芊芊，我得保护她。爸，您听我解释。爸，你和姐姐好好说呀，姐姐是成年人，能听明白的。您为什么打我？你还有脸问？你是不是动了我保险箱里的卡啊？你竟敢偷我的钱，给你的养母家用，你这跟做贼有什么区别？我偷钱，明明是……我不听你解释。既然你的心还在你的养母家，把我的卡交出来，走。芊芊，你说话，这件事你是最知情的。我只知道你拿了几十万给你养母做你弟弟房子的首付钱，其他的我不知道呀。原来如此啊，一切都是假，亏我今天还是真假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姐姐，爸晕倒了，你快来看看呀！爸，我来吧。照顾爸的事儿一直都是我在做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你别插手。乔芊芊，你陷害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关于你的身世，还有保险箱里银行卡的事，我都没有跟爸讲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我本是乔家唯一的千金，现在你出现，你却成了假千金。你说，
该不该消失？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到乔家会取代你的位置。可事实是，你已经夺取了属于我的东西。子琛哥哥，乔氏企业，我承认，这一切本应该属于你的，但我也有付出努力。凭什么你直接收获成果？芊芊，其实对于乔氏企业，我真的没有多大兴趣。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我们姐妹感情。姐妹？谁跟你是姐妹啊？你就是一个乡下野丫头，也和我称作姐妹。所以，你之前对我表现出的一切友好都是假的。你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家人，何况是我。爸好像也从未承认过你这个女儿吧？你只会让她丢脸。我要是你啊，都没脸回来。既然你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，那以后你再做出伤害我的事，我会加倍奉还。最近店里经营的不错，有很多利润，继续努力。能得到您的认可真是太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楼上乔氏还有一单咖啡没有送。没事，我去吧。还好咖啡厅每天是在盈利的，也算是最近的一件好事了吧。这出闹汤鸡的戏可真好看。Lisa，还得是你，你的心思最活跃。曹总，这不是看你这两天闷闷不乐，给你得点乐趣吗？没想到啊，珍珠运气这么不好，赶上了。珍珠，Lisa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应该不会生气，对吧？我不计较，但是乔总好像记性不太好。我记得我说过，对于伤害我的人，我会做什么？珍珠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公司，如果你胆敢做任何逾越的事情，我都不会轻饶你。哎，既然是 Lisa 喜欢找乐子，那我就陪你玩玩。珍珠，你够了！这里是公司，不是游乐园，还不赶紧向 Lisa 道歉？乔总，你这么大气的人，竟然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啊 ？Lisa 不是喜欢开玩笑吗？我只不过开个玩笑，怎么还玩不起呢？还不赶紧出去处理一下？看来乔总这是打算跟你宣战呢。珍珠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是 Lisa 太闹了，下回我说说她。乔总，你这借狗咬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厉害。不过，就这点小伎俩，宣战又怎么样？爸还在家躺着呢，现在整个乔氏归我管，包括你。要么你现在就辞职啊，要么就给我受着。行啊，这次呢是我没有准备，但是不代表下次还能让你不成。乔芊芊，我奉劝你，只是包不住。乔总干什么？抱歉，乔总，是陆家公子来了。子成哥哥他来找我了？他是来找珍珠的，别人就不见了。不用紧张，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个合作。什么合作？公司项目的话，我说了不算，你得找乔总。我来找你是想入股这家咖啡厅啊？可是这个咖啡厅看起来是在盈利，
但其实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我上次都说了，本来这家店呢也是我想盘下来的，这不被你捷足先登了吗？我很看重你的投资头脑，这也是我经过深思熟虑。这么说，你很认可我的做法了？当然了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作，一起努力，把咖啡厅变成全国连锁店。我让你等我消息，你现在堵我公司门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这样，你会出来吗？钱凑的怎么样了？我之前看中的那条别墅都快要被别人给买走了。我现在就这么多钱，再多的我也拿不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说只要我配合你演戏，你就会给我和德胜想要的。你现在就这几十万就想打发我？我爸生病了，卡被他又换了个地方藏起来，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没有？反正我告诉你，3000万一分都不能少。我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钱，不过你家珍珠可不一样啊。开了这么大一家咖啡厅，每天得赚个几十万呀，那区区3000万根本不算啥。之前问他要钱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痛快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有钱。是啊，正好他现在在店里，你去抓个现行，可以直接跟他要钱。对面店的那个呀是他客户，你张口了，又在客户面前，他不好意思不给你钱，你说是吧？就是。珍珠，你马上就要在子成哥哥面前丢人喽！你个不知羞耻的赔钱货！那强子还有归因在身呢，就开始在外边勾三搭四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了？现在赚大钱了，都不告诉妈一声，是不是都养这个小白脸花了？你瞎说什么呢？子晨是我客户。客户还有手把手握在一起的吗？没想到你这丫头做起生意来还有模有样的。就这个店儿，每天得挣多少钱啊？你人家成天开足头店也不合适。回头呀，我让德胜来帮你个忙。妈，你真是有人控制这个女人。不管是乔家企业还是我这个咖啡厅，你都想弄成真德胜的。我去真够过瘾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女人啊，只需要相夫教子，事业那是靠男人去打拼的。再说了，乔老爷子本身身体就不怎么好，得有个男人帮着托付整个乔家。是说真德胜啊？就凭他，你确定不是毁了乔家吗？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？他是我养大的，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就算是你养大的，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并且还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你怎么能当着他员工的面这么打他？行，我不打你也可以，你以后每天必须得给我5万块钱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妈。现在你有了这个咖啡厅，赚大钱了，就必须给我。你现在年纪还小，手里拿那么多的钱，会随意挥霍，妈给你攒着，以后万一遇到个什么事儿，妈再拿出来给你。就算我把钱都给你，最后不都成真德胜了吗？妈，你今天来咖啡厅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妈以前呀以为你没钱，你现在不是都做大老板了吗？光给德胜付个房子的首付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是啊，真德胜又不是我生的。
妈，别生气，你还没有喝过咖啡吧？尝尝，这可是大城市的人都爱喝的东西。喝，必须喝，先给我来5碗，解解渴。小米，给我妈来5碗拿铁，不同口味的哦。我女儿现在也是大老板了，以后我也是有人伺候着的人了。珍珠，咖啡可能多喝。我知道，故意的，你们看好戏吧。珍珠，你耍我是不是？这么难喝的东西，你还告诉我有身份的人都爱喝？那我骗你干什么？你看每天来我店里喝咖啡的人还少吗？还是说妈注定做不了有钱人？看别人都喝得惯，就你挑剔。看来啊，妈还是没有做富太太的命。你瞎说，谁说我适应不了？珍珠，咖啡可能多喝。咖啡喝多了也容易醉，对吧？我说了，我就是故意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妈咖啡喝醉了，赶紧过来把她接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。我妈就是这样，从小就想着在我身上抠钱。我们继续刚才谈合作的话题啊。我当时很担心你，怕你应付不了，没想到这么难缠的人都被你惊到。其实之前我打工的时候，形形色色的人都见多了。说实话，我妈这样的人都不算难缠的主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听你妈说你已经结婚了。你别提这个糟心事儿，那个王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跟他家王强早就把婚给退了，是他们一直死缠烂打的，真的。哎，李氏，你跑什么去了？我又不是说跟以前让你给2个儿子找个对象，有这么困难吗？你怎么传到你们家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我连白日姑娘我都问了，都不愿把这家姑娘嫁到你们家来，别为难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2个儿子怎么了？都是被那死珍珠害的。哎，他李婶，你再问问，哎，多问问城里姑娘，我2个儿子这么优秀。你可拉倒吧！我每次到你们家我都被撵出来了，你们不要这张脸，我还要撵呢！呸！他李婶，这挨欠到的珍珠，害得我2个儿子好苦呀！都娶不到媳妇儿，我这老黄家可怎么办呐？哎呀，你个没出息的货！我当初说什么来着？那个珍珠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物，也怪哥太怂了。要是我，直接几巴掌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你就少说几句，妈现在本来心里就难受。我少说几句，我都是被你给害的。本来我有个程丽老婆，娶了她我这后半辈子都不容易。结果呢，这事被你给搅了，你还有脸让我少说几句？我可是你哥呀，你怎么这么说我？我这么说你都是听的。别吵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2个兄弟还吵？快想想办法吧！这么死珍珠，我饶不了你。想娶媳妇儿，想报复珍珠。我可以帮你们。
娘长得可真漂亮。哎，你们就是乔家千金吧？听说珍珠也是乔家千金，但她看起来没你有福气。奉承我的话你少说，我这次来就是帮王强找珍珠。哟，那太好了，你心善。哎，快说说珍珠怎样才能嫁给强子呢？我帮你们王家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就是你们必须听我的，不然别说娶珍珠了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2个儿子打一辈子的光棍。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呀你？别多嘴，听晴子姐说。瞧，别被人一般见识，都是我惯坏了。想娶珍珠吗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教你追求珍珠的办法，你必须事事都得听我的。记住了，你得听我的。我要迟到了。我是真爱你，不要离开我。王强，我要工作，请你离开。那你答应我，给我当媳妇儿，我立刻就走。哦，珍珠，你这上个班怎么还把男人给带来了？怎么，怕男人在家寂寞，出去嫖啊？哎，你怎么对王强的事情这么清楚啊？难道他嫖的就是你呀？珍珠，你就是个村姑而已，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信不信我告诉乔总，把你开了，让你回家种田去？有本事你自己开我啊！等你做到了能开出我的位置，你就跟我画吧。哼！王强，你要是再来纠缠我，我就报警了。我明天还会再来的，直到你答应嫁给我为止。喂，宝宝。对呀，确实好久没见了。啊，好呀，那就中午咖啡厅见啊。强子，你是想让我嫁给你吗？那我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吧。你还记得我之前最爱吃的那家烧麦吗？我中午想吃。好呀，那就楼下咖啡厅见了。王强，王家，怎么搞我心态？干什么呀？那么出声。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这个月的月检没达标呢，如今这人都学贼了，找不到证据。我帮你完成练习，不用感谢我。可以啊，可是人呢？那人来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珍珠，珍珠，这你朋友吧？长这么漂亮，这我给我弟当媳妇儿。别动，警察！珍珠啊，你朋友这是干什么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之前有警告过你，不要动。我可有你嫖娼的证据，可你偏是不听啊！刚刚我已经看了你嫖娼的视频，准备带你回去审问。珍珠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你朋友放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珍珠，放你，想得挺美。证据没到我手里的时候，你还有机会。如今证据到了我手里，你就别想走了。珍珠，下次请你吃饭，我先回去了。走。乔芊芊，你之前不是说只要我哥听你就能娶到珍珠吗？现在倒好，我哥进去了，我跟我妈反谈。那死丫头知道反抗了，
连养了他20几年的妈都会耍，他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不管，邵甜甜，你今天必须解决我这个事情，不然我他妈弄死你！你哥进去是他自己不争气，现在我们绝对不能进去，不然就中了珍珠的奸计。好，那你说，接下来该咋办？照目前形势，我们只能联手。我不同意联手，王家人都没长脑子，联手只会拖累我。你别以为你年龄大我就不敢打你！你哪呀？你敢打我一下，我就讹你一辈子，到死你都得养着我！别吵了！要是你们再吵，我之前答应给你们的钱也不作数。那可不行！常小姐，别的都不说了，快说咋联手吧？坚决不能饶了珍珠那个死丫头。我爸快出院了。芊芊，最近珍珠没闹什么事儿吧？爸，您放心，姐姐这些日子一直安分守己，就等着您康复，说是要送您一份大礼呢。我呀，不奢求什么大礼，只要他不给我惊吓就好了。爸，你看，这些菜都是姐姐做的，今天您可有口福了。珍珠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不要认为给我做几道菜吃，我就可以原谅你了。爸，您不原谅我，我能理解。我只希望您健健康康的。我知道你呀，从小在外，在不好的环境下长大，养了一身臭毛病。但我相信，只要你听我的话呀，那些坏毛病一定会改掉的。好，以后都听爸的。希望爸每天都开心。爸，你能原谅姐姐，我是打心眼里高兴。来，咱们吃饭吧，不然这些菜该凉了。你吃。来，爸你吃。你们来乔家干什么？现在珍珠已经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们不要老是来乔家胡闹。乔小姐，不要见外嘛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们听说乔老爷子康复了，就特意一起来看看。谁跟你一家人？哎，我可是珍珠的婆婆，怎么不是一家人？王婆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在婚礼上我就说了，不跟王强结婚。哎呀，小两口子吵架是常有的事儿。我们家强子呀，性格弱，一直都是听你的。哎，看到你气消了，就赶紧和强子把婚事办了吧。王婆，你的记性不太好，强子已经进去了，我这可还要王磊的条件进。你想王磊也进去吗？你，芊芊不是个爱抬杠的孩子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，芊芊可以理解的。对不起，乔老爷子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此话怎讲？当年珍珠和芊芊年纪尚小，同时出生在一个病房，是我偷偷换了二人的姓名牌。你好大胆子，竟然调换我的女儿！对不起，乔老爷子，但为人父母，你应该考虑一下我的心情。不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？你会出生在贫困家庭，也不要夺走别人的幸福。乔老爷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怎么处置我都行，但是你不要为难芊芊，她是个好孩子。如果没有别的事情，你们请回吧，我爸不太舒服。亲家，珍珠什么时候跟我回王家呀？你说什么呀？哎呦，这珍珠本来就是我王家的媳妇儿，当年我可是和珍家签了婚约的，这不能不作数啊。我的女儿你也敢告她呀？那我不管，珍珠当年可是甄家的女儿。哎，要不让芊芊嫁给我家强子也行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
我亲手教出来的女儿，怎么能嫁给你的儿子？胡闹！我不管，有婚约在先。你们商家最讲究信誉，乔老爷子，你选吧，把芊芊嫁给我家强子，还是把珍珠嫁给强子呀？反正芊芊不行。爸，乔芊芊不能嫁给王强，难道我就可以吗？那您心里是不是就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个女人？没想到啊，珍珠，这转了一大圈，你还是我王家的媳妇儿。也不知道你费劲着想摆脱我们家强子是干什么呢？就是，按照我来说，嫁给强子就是你最好的结局。就算我爸同意，我都不会同意的。我自己的婚姻我自己做主。珍珠啊，人呢是不能和命运做斗争的。你呀，强子保持出来，和结了吧。爸，如果我跟王强结婚的话，那王家一定会要求接管强势企业，你懂心吗？那可是您和乔芊芊一起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啊！什么？王家接管乔家的企业，我哥肯定不会。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再说了我还能帮助我哥。家人们。你做梦！乔家的东西，你们王家一分都别想动。就是，那可是芊芊留给德胜的，你们王家那点小心思，你收起来吧。乔氏的企业和郑德胜有什么关系啊？乔芊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不为家里唯一的男丁着想，难道你想要独吞乔家？不然呢？你们两家都没有付出什么，还想空手套白狼？想得挺，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哎，当初你和我们谈合作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你说会安排强子和磊子进入乔氏企业，就像当初安排甄德胜做保安一样。什么？甄德胜是你安排进的公司啊，才损失了重要的客户。爸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我不管，按照你的吩咐，强子已经进去了，必须让磊子进公司。芊芊，你可想清楚啊！王家毕竟是珍珠的婆家，那珠就是外人。德胜可是你的亲弟弟，那可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合着珍珠和你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是吧？那好，我们王家不娶珍珠了，我们娶乔芊芊。没错，乔芊芊是你亲生女儿了吧？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丈夫亲还是弟弟亲。爸，您看到了吧？在利益面前，即使是您养了20年的女儿，也可能为了什么？珍珠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之前做的那些错事都是芊芊她做的。如今看他们狗咬狗，真是痛快。可是我在生病这段时间，一直是芊芊在管理公司，我担心她把自己的势力已经注入公司了。爸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把乔芊芊当成我的亲妹妹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她争夺乔氏企业。但是她对我做的事，姐姐，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你放我们走吧。对，只要让我们活命就行。芊芊，芊芊，你不是陷害手辣的孩子，你不要对珍珠动手，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一家人，
还找他回来干什么？一个乡下野丫头，你找回来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啊？对吧？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吗？芊芊，一切都不是我们错，都是朱氏跟王家人逼的。还有你对我的疑心可以打消了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跟你争夺乔氏企业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是你夺走了我的父亲，夺走了属于我的家，还即将夺走属于我的公司。我深爱了多年的子承辉，所以你该死！倩倩，别伤害珍珠，也别伤害你自己。子晨哥哥，为什么我从小和你一起长大，你却不喜欢我，反而喜欢这个刚认识不久的人？倩倩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妹妹。还有，你不要误会珍珠对你的感情。从始至终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代替你留在乔家。珍珠是为你着想，不然今天来的警察就不是我。什么意思？其实你今天做的一切并不是没有错证，我跟子晨早就已经发现了你，我们不想你误入歧途，所以才找来我这个警察帮你。有我在，你受到的处罚还能轻一点。好在曾德胜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，不然……还好我来得及时，不知道照顾好自己。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在我身边啊。